请问你们两个在一起多久？这么直接吗？我以为还有什么开场白什么都没有。嗨，大家好，我是顺顺，没有啊，你就正常开场就好了。啊，是吗？对啊。开场你们有很多个吗？没有。因为我们上次开场都这样子啊。好，来。好，3、2、1。嗨，大家好，我们是顺安仔。嗨，大家好，我是顺顺，我是安仔。那第一个问题，我想问你们在一起多久了11年。我们今年10月的话就满第11年这样子，然后是在2010年吧，2011年的时候在一起的，对，那时候我们才19岁而已。哦，所以是初恋吗？不是，怎么样？你可以先讲你好了。我，对，他是我第20几任。等一下，你从你从几岁就开始？小6吧，小2开始第一任。哇！对，他很早就开始找寻那个吗？稳定的对象吗？没有吧？不然呢？就是开始找一个感觉吧，不一定是对象。哦，所以就是要有在一起的那种。对。可是我小6的时候还不知道这个东西，就是我还不知道同志这个词。小6我已经知道了。对啊。怎么知道的？怎么知道的？好像也是网络上吧，就找资料，然后就有机会碰到类似的，一些媒体呀。那时候小6有哪些网路可以找？有 Google 了吗？那时候比较流行雅虎。对。哦。然后搜寻什么关键字？搜寻什么关键字哦？你应该是有听到，应该是同志啊，或是 gay 什么的。对。所以就打 GAY。因为那时候对，然后因为那时候还不懂1069，所以那时候还不会用1069去做搜寻的关键字。而且1069找出来的东西比较尺度比较大一点。所以1069是我想象那个1069。是啊。对啊。那时候为什么会有1069的概念？1069的概念，我其实都是听别人讲，一开始真的不知道，然后后来就是有人就跟我讲说啊，10就是像就是某一个动作啊，然后69就是某一个动作，对我不要太直接。我1069是从那个 TT1069 听来的。那是什么？某一个同志比较多在影片就是发影片的网站，但是他那时候就是一个很像是一个微社群的一个概念，对，然后上面就会非常多人就是在发帖子啊，然后分享影片或者是分享照片，然后也有交友区这一类的，还蛮多元，它就是一个社群，对。大概是在哪一个年代开始有这个网站？我那个时候好像就已经有了耶。我是国高中的时候开始知道这个网站了。那它应该是很久远了。现在应该没了吧？现在还在，现在还有。对，但现在它不是主流了，因为现在就是那个 Twitter 嘛。因为其实当初就是一开始同志这些的论坛红的时候，其实不止这个 TT1069，然后另外一个是拓网，就是应该蛮多的同志都听过，对，但现在已经关站了。对，那时候比较大众以交友为取向的话，就是以拓网为主。对，大家都真的是认真找对象，然后经营自己的可能个人档案啊，然后日记啊，就是会分享自己的一些私生活，或是就是写档案的时候还要怎么想说我要怎么样把就是自己给写成一个档案，然后介绍给一个不认识的人，让别人觉得对你有兴趣。这跟我们女同志有点像我们也是，我当女同志也有，要写这些东西，就不能只发一张照片。就是要写很多心情故事，对，然后让别人就了解你，然后对你产生兴趣啊。那可以看到足迹吗？足迹就是可能别人来看你，他没有给你讲可以，就是他有那个就是谁来看过你，对，或是什么签心，就是他就是类似按赞的功能，就是他签心代表是他对你有兴趣，想要跟你，因为有的人就是他不会直接留言给你。他就是会一直每天签心啊，对，这一种，然后让你想说会不会注意到他？对，你就是那种时代的眼泪。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去想说，我跟他的缘分是不是有可能讲出来说我们约见面之类的？对，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你们就是那你们是从拓网吗？对，我们是从拓网认识。所以你们在网络上认识彼此多久？很快哦。我以为是很久。我的印象是1周。对，因为
是一开始是他在拓网上留言给我，然后就说我很可爱啊，然后看能不能交换即时通，然后就是聊一下这样子，对。然后我一开始因为我的拓网就是有时候就是会有年纪大的、年纪小的都会留言嘛，然后他算是就是跟我比较差不多的，因为我们就是今年是同岁，对，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哦，其实同年龄的应该是比较聊得来。而且又就是称赞我，因为巨蟹座就喜欢被称赞，就觉得就是这个。你还记得你称赞他什么？忘了。你就是说我可爱啊，但应该就是可爱这一类的。那你记得你放了什么照片吗？我就是就是我们趴在桌上，然后就是装可爱的照片。你有印象吗？不是那一张吧？不然是哪张？一张户外的风景，然后是你在前面，有然后一个灰黑色的外套，灰外套的，对，就那一张，然后就对镜头比耶，对，真的可爱耶。就很普通的照片。那他的照片呢？他的照片我忘了，好像就不怎么样。后来见到面以后呢，你对他的感受是？一开始的话，其实我们是先在即时通上有聊一下，然后有发现说，我们还蛮有缘的，就是因为我们名字里面最后一个字都是安，因为他叫永安，我叫做顺安，就是还蛮特别的，对。然后就有先因为这样子搭上线，然后后来就直接约吃饭，然后发现我们刚好是同校，对，然后就是刚好就想说，那就直接约中午吃饭啊，这样。吃什么？吃什么？就是学校对面的那个美食广场。对，美食广场。为什么约那边？因为那个就是学生们的天堂，就是超便宜的牛排，牛排一份也才100块而已。对，反正那个时候就是便宜，然后选择性又很多。对，但是那时候只吃铁板面，只吃50块的铁板面这样。因为那时候他经济有点状况。对，但是我很蛮印象的就是，他是当天就是对我就非常好，然后就是连吃个铁板面，他都帮我拉椅子，帮我倒红茶。他住台北。然后特别来台中读书，原本是为了他的前任，结果他来之前他们分了，我就被分手了。对。所以你的前任在台中？我跟我前任就是我原本都在台北，然后后来就是因为他也是考大学，然后我们就想说相约一起考来台中，对。然后后来就是我就先来台中之后，然后后来就是他可能就是跟别人就是比较有感觉，所以他就跟我分手这样子。所以我也是在就是那时候，我那时候其实还在疗伤的状态，趁虚而入，所以我那时候就非常的很希望会有人可以照顾我这样。对，然后就遇到他。对，好，然后回来就是讲刚刚就是，其实我跟他见到第一次面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我是躲在某个草丛，就是学校有些花圃啊什么的。为什么要躲在草丛？因为我跟他约到他下课的时间，然后刚好那时候我没有课，然后我就去看，就是他长什么样子。就是其实那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经历过照片的那个，就是本人啊，跟照片那个落差很大。结果没有，就是看到我觉得超喜欢，就是第一眼就觉得是我的天才。所以他身体哪一个部位是最吸引你？如果可以讲吗？可以讲吗？等一下，所以我们现在直接就是那个，如果没有黄标，如果没有脱衣服的话，就是脸。好，对啊，我们现在讲第一次见面，也不会看到那里去，就是脸。我太敏感了，不好意思。那你知道他那时候其实有在还没见面前先去看你吗？我不知道我们是真的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有拍一支影片，是那个我们认识的过程，是他在里面讲的，然后我才知道说原来他有在偷看我这件事情，就很。你现在讲变态吗？就对，有点想讲变态。因为总是想要先知道一下对方是不是符合我理想的对象啊。那所以就是如果我不符合你理想对象，你就会跑掉，然后放鸟我，觉得不会啊，就可能就单纯吃饭吧，不会想要计划后面想要干嘛。因为其实我们后来是有干嘛的。所以他打从跟你见面帮你拉椅子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就是说这个我要了。他其实挺有心的。对。但是因为后来他一直就是有在主动释出一些那个追求的感觉，这么热菜不追，对不对？他是怎么追求你的？他就是因为像我之前家就是住在那个比较离学校比较远的地区，对，所以然后就是因为我都搭公车上学，所以我就搭1小时的公车，然后到学校去这样子，然后他就会特地因为他住学校附近。
他就会特地从就是学校附近那边骑机车，然后来我家，然后载我去上学这样。对，就蛮远的，都要骑，也是骑应该要40分钟吧，半小时倒是差不多要。对，他就是几乎就是那时候每天都会这样子。这段时间多久？就是温情接送期的时间？有2个月吧，1-2个月左右。因为那时候我们为什么你住家里吗？那时候住家里啊，所以不方便让他直接。那个时候应该说前面就有跟爸妈就是打预防针，就是跟他说，有一个同学有一个这样就是比较凄惨的状况。你是用就是可怜悲情牌是不是？对，因为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工作，就是打工的工作是没有的，然后他没有代步工具，然后他就一个人从台北来台中读书。真的很可怜那时候他非常的惨，就是连饭都快吃不起的状态。我那时候就是最惨的是，我就买那个10块钱的大波巧克力，然后就是一餐我就吃1个。为什么那么惨不打工？我有打工，但是我一直被辞退。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蛮努力在工作的，但是包括我们就常常都是做3天或做1个礼拜，然后店长就会跟我讲说，我觉得你不适合这个行业，然后就把我辞退这样子，所以我都是领一点点钱，然后再生活。对，不过那时候我记得，你应该是因为交通问题，所以很容易常迟到。也蛮容易的，因为当你只要跟你的老板讲说，我是搭公车来上班，他们就觉得说搭公车你这样子会长久吗？还是什么？对，他有可能是因为这样。通常都会需要会机车。对，最低要求。因为那时候毕竟我自己来台中，所以就是比较没有资源嘛。所以那时候你到台中真的是人生地不熟。对啊，所以你是一到台中就认识他了？也不算，就是我到台中有些认识别的朋友。对，但是那时候就是状况，我自己的经济状况还是很不好，是到后来才透过那个网站突然认识到他，这样才有后面的那个新人生。新人生。你们觉得彼此之间最需要磨合的地方是什么？觉得我跟他最需要磨合的地方，应该就是我觉得应该是通常比较集中在那个生活习惯上面。对，比方说像他的卫生习惯可能就没有想象中这么好，他就是有时候可能会不洗澡啊，或不刷牙啊，或者是那个东西都弄了之后就丢在那边，就不收之类的。然后我就会帮他去弄，他就很习惯说啊，你就帮我弄一下嘛什么的，有吗？对不对？那讲的好像你都没有一样。我比较少吧，我有比较少啊，而且我也不会不刷牙不洗澡。你不会不洗澡？最近有时候会，但是不会那么频繁，好不好？你会也没有很频繁好吗？我比较是这方面而已啦。我可以理解，因为我跟我老婆也会吵这一种，就就是觉得我在就等于是说你为什么不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也会说我也没有做哪件事情啊，就是会一直去就互相计较，然后就是我只要发现只要他讲出这个，我就很想要就是反呛他说，那你平常也是这样子啊，为什么？那为什么我都这样子，然后你又这样子，对，然后就比较容易为家庭的事情就是稍微就是斗嘴或吵架，对。但我觉得就是2个人就是在一起，通常就是不管是室友还是情侣还是夫妻好了，都会这样。那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这种磨合应该会比较多吧？因为还不理解彼此。还蛮多，对不对？我觉得现在一样还是有吧。但是那个现在是不可能吵到要分手嘛？在感情还没有稳定的时候，应该比较容易，就是会心里想说，吵成这样还能在一起？以前反而比较不会觉得说会吵到分手，因为像以前频率比较低。对，以前就会觉得说，我们不会因为这种小事情，然后就要提分手。对。然后因为我觉得就是那个小事情就是沟通清楚就好，然后有什么不开心就讲出来。对。然后现在比较会不会是因为在一起久了，然后有时候就觉得说还是一直有持续这个问题在，就是老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就会觉得是不是不适合。等一下，你们俩还没结婚吗？结了。那想这件事情。对啊，所以就是会想啊，就是当你吵到一个程度，然后你冷静下来的时候，第一个想法是不是不适合，然后后来想想觉得
应该不是，就是我觉得得是念头，对一个念头，就是一个冲动的念头，对，就是讲了 N 次都还是有这个问题，对，然后又讲不停，因为而且就是一讲到这个点，就是可能就会吵到翻天啊，然后又去计较、比较、翻旧账什么的，对，所以就会才会突然想到说，哦，是不是不适合，还是要离婚什么之类的，对，但是我们最后都没有做这件事情，对，也都没有人提。对，因为就觉得说，真的就只是小事，都是很小事，例如刚刚你们讲的那一些。对啊，如果因为这个小事，然后就真的离婚了，之后一定会后悔。因为可能以后两个人要面临的事情更大。对。当那些大事出现，你们一定会一起共同去解决，反而就不会在意这些小事。对啊。好像也没什么大事要处理。有啊，人有生老病死啊，一定会参与到。是现在还没有经历到。对啊，搞不好就是可能过一段时间哪里不舒服，你就会庆幸身边有这个人。对，有可能。对，我觉得有时候争吵就是过得太安逸，或者是当下只是一点不爽，然后就迁怒到对方身上。对，但我们也因为像这样子的频率，就是有这样子的争吵，所以我们常常就是都会可能就是通宵沟通这件事情。对，通宵沟通，真的就是睡前就可能已经1、2点了，然后就一直聊，然后就是4点、5点。但是我们的沟通都是我觉得都还蛮好的沟通，就是真的是真心的把那些话讲出来，然后彼此都知道说哦，原来有这个问题，然后原来是有哪部分就是真的不好，大家双方不喜欢的，对，然后就讲到早上5、6点，然后就常常就是早上说好累哦，然后但是是有沟通的啦。隔天要上班的那种。隔天要上班，是，对。是有收获啦，就是有时候就会挑在那个时间点讲。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睡前的时候就特别就是有话可以聊。我知道，我也常跟我老婆在睡前讲工作，然后她非常生气。她说我现在要睡觉，然后我跟你讲工作，讲到我已经没有办法入睡，因为她是讲完就可以睡着，然后我讲完后我讲完我就很舒服，我沟通完了。我知道，对，就是讲，因为像安仔也是讲一讲之后，他就会有点想睡，然后我就说你有没有在听我讲？起来，你听我讲，我还没讲完。对，就是有时候是你提出来的啊，在那边，可是想睡就是想睡啊。好，反正有收获就好了，对。对，最后有讨论出来就好。对。好，所以有讨论出嘛，也不一定，有时候是我就是好啦，就这样的算了。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就是放下啦，就不要有时候有些事情坚持，好像不一定说对他好，但我觉得至少对我们的关系可能比较好。像最近我放下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很晚睡这件事情。他有多晚睡嘞？隔天早上9点要上班，9点到公司哦，不是9点起床，9点要到公司的人，他可以4点5点才睡觉。哦。然后因为他不睡觉，我的睡眠品质就会受影响。是不是？我就知道他讲这话。我一听我就觉得一样的。所以我跟导演是一样，对不对？我也是会4、5点，因为我就是有感觉，我可能在剪片啊，或者写剧本。对啊，我们击掌一下。对，我就觉得拜托这个 moment 很珍贵耶。然后他就会说你怎么还不来睡？他可能就是睡，然后起来上厕所，说你怎么还不来睡？然后就巨凶那种。然后我就说。我跟你说，他以前也是巨凶，他就直接就游酸给我过来。是，因为他们就觉得很合理，你就给我睡。然后我就觉得，可是我在工作，我这个 moment 就是对的。对不对？是啊。我们不是说真的不爱睡觉，是真的这个没办法。创作者就是晚上才有 feel 啊。对。然后因为我们常会知音的。我们常为这种事情吵架，然后有时候是大吵，所以后来我觉得好算了，我放下，就是这件事情对他身体本来就一定是100%不好的事情，可是我觉得至少对我们的关系是好的，所以我算了，我就放下，对，我就不会再为了这件事情去跟他吵。但我是真的知道我有把你讲的话听进来了，我是能真的可以早睡我就早睡，因为像有时候我不是晚上就是会直接是睡死了。直接到隔天啊，就是因为我知道说我平常睡太少了，所以我就让自己就是放松这样子。对，我有听话哦。然后就变成说他可能一下班回来，7点，然后吃完饭8点，然后滑手机看个
YouTube 啊，或是进一下社群，然后9点就开始睡，然后他就睡在沙发上面，然后等到我把他叫起来，然后把他弄到床上去。好，你不要再讲话了。我觉得他今天要接话，有话要说。因为我也是很常睡沙发的人，而且他还是会去跟我朋友抱怨。我是不会去跟别人抱怨，你都是直接对我啊？对。因为他跟我抱怨，我完全就是我就是要这样啊，去跟朋友抱怨。好，对，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东西可能会对另外一半造成困扰，对，但是好，我们会尽量，这就是一个情侣之间的理解跟妥协吧。对。我想到了。怎样？我想到了。怎样？什么事让你感动？曾经就是我刚出社会的时候，有一阵子身体很不好。你记得吧？就是我那时候很常发烧，就是因为我之前有那个那个急性扁桃腺炎，对，就扁桃腺发炎会反复的发炎，是，然后就是常常工作到一半就是突然发烧，然后就烧到就是38、40度那一种，很高哎，对，然后就是会发抖什么的，就是发烧的症状，然后常常会影响到我的工作，所以我有时候就工作就是会有点不太稳定，然后有时候要去住院。然后其实他那一阵子，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反复发烧，其实是大概就1-2年的时间，就1-2年内都一直有对，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对，因为那时候还不知道说反复发烧就是反复发炎是不正常的状态，对，然后他那时候就是还蛮常会在家照顾我，就是会因为我发烧嘛，所以我就很多事情都不能做，然后就会常帮我买饭啊，然后照顾我，或是帮我倒水等等，就是其实就是生活上照顾起居啦。然后在住院的时候，他也都会来陪我这样子，对，就是所以也算是有经历过一段就是一个常常生病的一个时期，对。然后后来我就是有把那个扁桃腺割除之后，就没有再这样子过，对，因为那时候我是真的因为常发烧，然后又觉得说又给他造成麻烦。然后会就是有蛮多压力的，会睡不着，所以那时候就还要吃安眠药什么的。对，然后痊愈。你吃安眠那一段时间，我也是很小心呵护你。对，因为我吃安眠药就是会很晕。对，然后他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吃安眠药那一段时间，几乎每个晚上都会起来想要上厕所，然后他就会很不稳，所以我必须跟着一起起来。然后扶他去厕所，再扶他回来床上睡觉。那我问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就是如果你面临生命中的最后一天，你会想要怎么过？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第一时间打电话去公司说今天请假，然后就会跟顺顺一起走走逛逛吧。走走逛逛，去哪里走走逛逛？任何地方吗？任何地方，不限定，就是想要跟他待在一起。那你呢？我其实我也会觉得说，我的生命最后一天就是也要有安在，这个人在，但我自己会觉得说，我比较想要出去玩，我想要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是快乐的，就是开心的。我不想要就是那种生离死别很痛苦。我想要就是你跟着我一起，然后到处去玩，然后很开心很快乐，然后吃很多东西，然后最后就直接挂了。这样子我可以，就是因为至少我是开心的结束了我的生命这个旅程，对。然后身边还有就是我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人，就是陪在我身边。就是我觉得这样子我就觉得很足够，对。他在家里也是跟我讲说要疯狂啪啪啪。我刚才也想说这个才是答案。对啊，你刚刚明明就在车上就跟我讲说疯狂啪啪啪。没有，这可以分白天跟晚上的行程。是没错啦，对，就是白天的时候去疯狂的玩，然后晚上再疯狂啪啪啪也是可以啦。对，就是主轴就是生命的最后一天都是要有彼此。要有彼此，然后要是很开心的，我们不要很难过。很 sweet。好，那如果是那一天最后的结束，就是生命要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你会想对对方说的最后一句话？
我应该会很深情的看着他，然后告诉他说，我永远都不会后悔跟你在一起的这个决定，然后爱你。哦，那你呢？我可能就会呼应他，呼应他说，我也是。如果我没有先讲，你会讲什么？哦，这么难啊？因为没有面临到啊，所以要想一下我自己觉得我应该也会跟安仔一样，就是我可能会比较感谢的一种感觉，就是我觉得我可能会对安仔说，就是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就是有你出现，我真的觉得很感人，就是你照顾我这么久，然后为我付出这么多，我觉得真的很开心有一个人可以在我身边这样子对我。就人生就觉得很足够这样。的猫咪就曾经就有发生过，就是它就是有一次就是那个还蛮严重，是那个急性肾衰竭。然后也是那个时候，就是他带我们家的猫去看医生。对，我可以直接讲我们家猫名字吗？可以啊。对，因为我们家猫叫糖糖，然后他就直接带糖糖去看医生，然后就跑了大概2-3家，对不对？然后检查出的结果就是，医生就可能就有点像宣告说，就是他可能没有救了，或是他可能只能再撑多久这样子。然后因为那时候也算是大病嘛，然后我也就是到动物医院，然后去找他，然后了解状况是怎么回事。然后我蛮印象深刻的就是他就是真的就是有点那个啜泣嘛，就是有点就是快哭的讲这件事情。好像那时候你也哭了。哭啦。对，然后就是说，就是医生说，就是他有可能会这样，他就一直掉眼泪这样子。然后我才就真的有一种是，我们的孩子就是真的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难关，然后如果真的失去他了，那对我们的生活到底会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对，所以其实我才会觉得说，就是真的毛小孩其实也是一个2个人之间一个很大的责任这样子。对，所以其实就算没有真的小孩好了，就是其实如果有想要就是培养一个共同责任的关系，其实我觉得毛小孩其实也是一个尝试的一个方式这样子。对。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还要开启小铃铛哦，才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影片。喵喵喵。